这次呢，一次收到2支的初中阶的球拍，很久没有开箱这种比较平价的球拍，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它的规格吧。Let's go！每次练完球，拍面都会脏脏的，该怎么处理呢？市售清洁剂太大瓶，携带不易，使用时泡沫忽大忽小，总是不顺畅。为了让球皮延长使用寿命，我与研发团队耗费近1年的时间研发，全新推出首款球皮清洁剂，经数百次的粘性皮、色性皮的清洁测试，按压、擦拭即可完成，泡沫稳定不黏腻，手掌一摸立即恢复止滑感。2瓶一组，300ml 补充瓶可重复填充，搭配30ml 的随身瓶，让你出门练球好期待。经测试，300ml 可使用超过1200次，用量超级省，100% 台湾制造，环保无毒，可回收，让你在球场上稳定输出，完美备战。快去下方点击购买链接，或在波尔桌球用品专卖店、高雄超人乒乓、骑兵桌球皆有贩售哦。这次收到2支球拍，一支为针对初学玩家 All Run Evolution， 我们简称 A1， 另一支则适合初中阶玩家 Climper Cybership， 我们简称 CC。A1 为5夹板，由08跟阿尤斯组成。本次收到重量为87克，这边先给大家听听看敲击木板的声音。外观跟经典的 Climper Wood 长得极为相似。基本上只有拍面边上写着 Evolution 及球拍侧边夹层看得出来，当然还有售价也有落差，所以大家在网购时千万不要买错咯。A1 售价大约落在新台币1100元，价格相对略低。CC 为7夹木板，本次收到重量为88克，此款就是原本超级经典的 Climper Wood。一样先给大家听一下敲击木板的声音。在各大球馆跟校队都能看到 Climper Wood 的身影，力量足，控球稳定，最重要的是价格亲民，大约落在1900元左右，是一支经典不败的产品。我自己打常科那支球板也是使用 Climper Wood。这次推出 Cybership 系列，也就是 Stiga 官方所说的拍面改为6角，田区变大，增加击球稳定度，更好掌握台内的短球。之前也开箱过这系列碳纤高阶的球拍，都有不错的评价。底部标牌从贴纸改为了立体厂徽，看得出来 Stiga 默默已经开始让 Cybership 系列成为该品牌较为精致的系列区分。也就是说，一样的型号，球拍变成6角就是卖的比较贵啦。这次的7夹6角版本 Climper Wood 我相当期待。CC 市售价约为新台币2500元左右。这边给各位一个观念，市售大宗的球板主要分为5夹、7夹及5夹加2层碳纤最为主流，硬度是5夹最软，有碳纤最硬。这次搭配2张也是新推出的球皮 Mantra Sound 及 Mantra Control M， 这2张都属于一般休闲玩家亲民平价的系列。重量在未剪裁时 Mantra Sound 为56克， Mantra Control M 为53克。这2张球皮皆为瑞典设计，日本制造。Stiga 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有一系列球皮都在日本制，知道的球友们可以在底下留言分享给我们。可以从画面看出 Mantra Sound 微微比 Control M 厚了一些些，按压球皮时有感觉这2张皮都比较属于偏软的类型，也就是偏控制防守的球皮。我们就去试打一下手感来分享给各位咯。首先我们试打 A1， 老实说我相当不习惯，球板偏软，比较发不上力，甚至打起来有些微的震动感，对我来说比较没有安全感。但想想它的售价，其实跟很多的成品拍价钱差不多，加上可以自行更换皮。这边顺带一提，网络上或大卖场的球拍很多是已经贴好皮的球拍，我们称为成品拍，皮跟木板是粘死的状态，是无法更换球皮的。所以如果预算有限的朋友，建议可以贴稍微硬一点、厚一点的球皮去弥补球板的状态。当然，如果你刚接触桌球，技术还没上来时，这样的球板已经够应付你平时休闲娱乐了。哪天不想玩了，也比较不痛。接下来我们试试 CC， 虽然价位上与 A1 相差了2倍之多，但手感稳定，硬度够，发力，且不会有震动感。
拿球鞋来比喻，就像跑步穿着小白布鞋与慢跑鞋的差异。没错，就是差蛮多的。我一直强调，因为球近年变大了，球变大了意味着就是球速下降。5夹木板的硬度，我真的觉得不太够用。如果你打算持续学球运动的朋友，非常推荐从7夹开始买起，至少可以撑个3到5年，只需要针对球皮升级即可。CC 这支非常适合小学校队、大学系队、成人初学使用颗粒的球友们，是一支手感相当均衡的球拍。当然，在价位上比起原本 Climperwood 贵了一点，但你也会享受到击球拍面变大不同的体验。变贵有加分吗？老实说，确实有那么一点点变好打的感觉，但对我来说，应该是防守时会比较有一点安心感。最后分享一下这2张球皮，皮的部分2张球皮都偏软，发力时很快就吃到球板本身，大力量时较不容易控制，在发球及摆短时需要比平常更多的力量，球才能出去。我是说对我来说会列为属于初阶及娱乐型玩家使用。以上就是今年新出的4样新品，分享给各位。你有用过什么样不错的球拍吗？有任何问题或分享，欢迎在底下留言，我们一起讨论。更好的球馆这边有一支我借林教练的那个6角的碳纤拍，被他操成这样遍体鳞伤的，力量都还是很足，很好打。那我这边提醒各位，并不是比较贵的球拍就一定比较好打，因为如果你的手感不好，你用太硬的球板或球皮，球一下就喷出去了，你会不知道自己在干嘛。甚至你可能平常发10分力出去10分，你以为是你的10分，但是你换了一支很硬的球板或球皮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一直飞出桌，或者是你在防守的时候，你的卸力的手感不太好的时候，你很容易防不住。通常越贵的球拍，它就会硬度越够。我目前还没有听过很软的球拍卖很贵，除非它是限量的，不是拿来打的。你不要去管它说因为我有预算，我就买一支破万。你刚开始，如果你的技术没到的时候，你其实是体验不了那个破万球拍的发力感受。为什么要用越来越硬？就是因为我要把球质变高，把球速变快，那甚至在防守的那个瞬间的击球反应拉高，让对方更不好防守，攻击又比较有杀伤力，所以它需要用到比较好的，甚至加了碳纤在球板里面。我个人是觉得大概80%的民众用到7夹板是最适中的。5夹板，我个人觉得以现在球的大颗的程度，你觉得那个球速真的很慢，然后你杀半天球都跑不太动。我平常可能稍微点一下，球就可以摆短。就我刚刚要整个点出去，因为如果我平常只是这样子就可以摆短的情况下，我可以做很多假动作。但是刚刚不是，我必须要整个送出去才能摆短的时候，我这时候很多假动作都不能做了，我会被发现哦。因为就已经不是点一下就可以解决的事情，我变成要做很大的动作才能把那件事情完成。Evolution 还有一个，我在打的时候它会有一点震动感，可能有些人喜欢，但我个人会觉得很没安全感。像我们上次有访问到一个职业选手，他就说他就喜欢那种空空的感觉，他才知道他发多少力，或者是球击到哪边有什么样的感觉，没有击准他也感受得到。但如果完全没有震动感的球拍，他会觉得可能很没温度。后来换到 Climperwood 的时候，差异真的很大，因为我们用一模一样的皮嘛，但是挥起来那个击球感受差蛮多的。我个人会觉得6角的拍面在防守的时候，或者是台内的球，确实有一点点帮助，但是非常看个人。这边提醒大家，并不是换6角就会变强。现在手上拿的是 Climperwood 的选手们或者是玩家们，下一次你要换球拍的时候，你应该知道换哪一支，有点 iPhone 15换 iPhone 16的这种感觉，好吧？那喜欢我的朋友就帮我订阅分享，希望这一集你会喜欢，对你有帮助。那有任何建议或者是有任何推荐的7夹板或5夹板，帮我在下方留言分享给其他的球友们，好吗？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